好，我们就看到今天台股投资人用创新高的股价告诉你，台湾人不是被吓大的。但是，观众朋友，明天才是重头戏。为什么？中共宣布明天开始一连5天的军演实弹操演当中，任俊要告诉我们，最大的关键跟猫腻是演习的区域越缩越紧。一则大家可能已经忽略的新闻，前一天澎湖海域出现了神秘讯号，老共的船搞什么神秘？后来我们赫然发现，他们已经有能力把货柜轮改造成发射飞弹的平台。接下来的剧本4个字，他要关门放狗。台湾怎么防守？解放军的这个所谓的东部战区啊，在今天无预警的说，他们要从这个今天开始啊，进行所谓的正义使命2025的军演，而且呢，把这个所谓的军演的范围啊，特别是在明天早上8点钟开始了，他们要实施所谓实弹射击的区域都划分出来。对，结果我们跟过往啊，这个2022还有2024的2次联合利剑这个所谓的演习来看啊，你会发现以这一次它所划定的射击区域来讲，第一个哦，它的面积变大了，第二个呢，是它距离台湾的位置越来越近，甚至你看，以我们在南部的这个位置上面来说，对，事实上它已经非常逼近我们恒春半岛这个地方了。那所以呢，按照他们这个所谓的东部战区的说法呢，他说他这一次是包含海空啊战备警巡，同时要夺取综合的这个治权，还有另外一个叫做要港要域的风控，意思是什么？你知道，很有可能这就是为一个叫做围台军演来做一个准备。好。因为每一次我们从裴洛西来之后，你每一次围台军，你就看到开始贴沙龙巴士，对台湾4块、5块、6块都不管。这一次你看到他贴出的这5块，最大的猫腻跟往年都不一样的是，它范围更大，每一块的贴布范围更大，而且更逼近你，它就要是封你的喉的概念了。而且你如果看这几个区域跟过往有一个最大不同的是，事实上在我们的西部地区这一块，中国反而没有把这一个地方列为它这一次要实弹射击的地方哦。我们以为的前线，我们以为的后防，原来花东已经变前线了。所以这个当然会让大家觉得，就是说你这一次最主要的范围有没有可能，第一个要阻止日本如果要军援台湾的时候，在这个地方形成你的封锁点一；第二个是如果从关岛或菲律宾这个地方要驰援台湾的话，它会不会在这里成为第2个封锁区呢？所以说，它南北阻隔，不让美国、日本从南北双方进来，有什么证据呢？今天被发现到说有疑似啊，共军所谓空警500的预警机或者是无人机啊，飞在这2条航线上面，而且呢更奇怪的是，它还刻意打开识别讯号。那因为它刚好位在一南一北的这个位置呢，也被认为说它很有可能是要透过这个方式告诉大家讲说，我已经实质呢先进入到我演习的一个状态。所以你看路透社就说这是首度公开放话，而呢这个所谓的围台军演的目的呢，就是要嚇阻外部军事来介入。所以我听你讲到这个地方，回到刚刚开场那4个字：关门放狗。为什么？南北截断。这空中预警器在战时它是空中指挥平台，我也不藏，我直接开了识别器，让你知道我来了。为什么说关门放狗？绝对不是我们在这里脑补而已。你来看看。讯息量最大就在他们的官宣文宣里面，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啊！而且东部战区在今天早上的时候突然宣布，不过看起来它的文宣啊很早就已经被变了。你光看哦，中国官媒央视新媒体啊，叫做玉渊谈天啊，它立刻就发布了一张海报，其中你在这海报上面你可以看得到，它这是一个匕首的一个概念啊。对。而这里面看起来好像有2只手，还告诉你说这叫做正义使命。可是如果你放大来看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个图里面其实非常有猫腻啊。2只手都被你斩断了，你到底斩断了谁的手？好，首先你可以看得到，在这一只手，把它放大，这个把它放大来看。放大过来之后，你会发现到它的这只手的这个地方，居然是海马式多管火箭的系统。哇！这个是美国售台军售，现在我们看得到火力最强的军售之首。被你斩断，你想要斩断，你门都没有。对，而且你另外看到另外这一只手上面是 H1W 的超级眼镜蛇攻击直升机也在这个地方啊。那你想想看，这些都是在陆战范围里面啊，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武器装备。是，那他把这只手给斩断的意思，是不是也代表就是说，你美国要军援台湾或者军售台湾，对解放军来讲呢，他根本没有在乎你，要一次断你的根啊。而且我们刚刚提到这个是这个央视的这个官媒哦，对，你另外回来看东部战区啊，他们也同时发布了这个海报。东部战区就是他们几大战区对台
打击第一线嘛，就是这一次宣布要进行所谓的这个演习的这个战区哦。是，那你可以看到海报里面，他强调他叫做正义之盾嘛。可是你看这个盾里面也非常特别。首先呢，它的这个盾牌上面哦，你看它南北各放了2个盾牌。那盾牌的上方是用这个所谓的长城作为图像，而下面是他们8·1军徽，对不对？但重点来自于是这几个地方居然有军事装备被阻挡在盾牌之外哦。首先我们从这里来看，这是什么？这是C-13洞运输机啊，而且不只是运输机，你有没有看到这里面还有它的这个所谓的尾焰的部分哦，带过去的这个气旋，它感觉上是被遮住之后逼你往回飞啊，这是第一个哦。第二个是呢，你可以看到在这个盾的部分啦，这个盾的下方是有2艘货船啊。可是你再仔细看的时候，就会发现到这个货船上面居然是被放上了海马斯多管火箭的系统，又是海马斯，可见他们多么忌惮可以炮打300公里外的海马斯。现在斩断海马斯，就是让美台中间的军事合作斩断你的链接。而且你再看这个盾牌下方啊，居然是什么？你知道吗？居然是3艘的维吉尼亚级的这个核潜舰啊，在这个地方同样是被拦截住。所以呢，为什么大家认为说，你今天卡在这个位置，还有一个含义是什么？这2块盾牌被认为说它是卡在所谓的宫古海峡跟巴士海峡这个地方。所以宫古海峡是位在这里，是日本要驰援台湾里面必经之路啊。这个地方是美日联盟，美日安保。这个地方是巴士海峡的部分，就是南北要来驰援台湾的美军，我都让你进不来。而且再来就是说，如果是走巴士海峡的话，也会变成是中国的这个所谓的潜舰或者什么，它也会在这边必经要道嘛。当然，因为这一次里面你看到他把这个所谓的东部的地方也划为他这个演训的范围，所以现在外界会比较担忧的是，会不会再重演什么？你知道吗？中国的飞弹飞过台湾的上空，不然他怎么去打东部的这个位置？总不可能这样子折返的位置绕过台湾本岛上空。所以接下来大家一定会很仔细的去看，说国防部如何因应明天它整个实弹射击的状况。好，我们来看到接下来4天的一个实弹军演，5块的贴布围绕着台湾周遭东西南北4个字，关门放狗，不是你自己画海报画爽的嘞。他到底有多少的底气呢？其实12月27号的时候呢，中国军号就已经首次公开了055驱逐舰发射鹰击20的所谓的高超音速反舰飞弹画面，而且他很刻意去强调鹰击20它本身的这个性能资源，包含说它起飞的秒数达到6马赫左右，而且末端冲刺的速度大概在10马赫，所以这个就是扎扎实实的极音速飞弹，快到拦不住那一种。而为什么他特别要去公布这个所谓的性能资源？其实对现在反舰飞弹系统来讲就是如果我要防止飞弹攻击的话，通常是针对所谓的次音速或是亚音速的这个所谓的飞弹，具有比较好的拦截效果，你才拦得到它，因为它没那么快。如果以我们现在这个爱国者的这些相关来讲，大概4马赫左右啊。那他现在告诉你讲说，我的末端速度到达10马赫，代表是你所有的拦截武器很有可能都没有办法拦截哦。是，所以招招剑指谁而来？美军呢？台湾有事，美军要驰援的话，你根本拦不住，你也防不住他的关门放狗的那一把把的拳头要打下来。但是这还是看得到的，看不到的更危险呐。其实，如果是正式的军事装备来讲那这些东西透过卫星或什么，你很好抓。是。可是，如果诚如你刚刚所说的，在非军事或非正式编制下的东西，很有可能会对我们造成非常大的伤害啊。比如说12月16号的时候，中国福建号航母呢，它通过澎湖海域。不过呢，在12月14号开始，澎湖海域这个地方就陆续有一些船只的不明讯号。同时，这个讯号它一下放出来，一下消失，一下放出来消失。后来是跟着所谓的澎湖东侧海域由北向南来规律的航行最后被发现到说它其实在所谓的这个东极屿灯塔的这个附近的时候，讯号源就消失了。你一讲到这件事发生在澎湖海域，我们就寒毛直竖。为什么要打台湾？先拿下澎湖，郑成功也是这样啊。所以我们的蛙人部队才往澎湖去，这个地方太重要了。居然出现了这个讯号不明的共船共舰，是无人船舰吗？还是它到底在隐藏什么？而且这个讯号事实上，因为它一下出现一下消失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如果是船舶识别系统的话，它都会固定的这个编码，但是它的这个编码又不断的在改变当中，所以引发非常大的揣测，甚至也有人会质疑说，他是不是故意声东击西，制造一些假讯号？不过我们就回来看事实上在上海黄浦江沪东中华造船厂的码头在这个前2天的时候，居然被拍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你如果从远方来看的时候，这感觉上像是一个货轮因为它上
上面有非常多的这个所谓的4指长左右的这样一个货柜。对。但问题是呢，这个货轮啊是一个叫做货柜改装船，叫中达79哦。它上面的这个所谓的货柜，居然啊可以变成你现在画面上面一格一格的，这个叫做垂直发射系统啊。哇，你是海上飞弹发射平台啊！所以你现在如果从远方看，它的垂发系统没有打开的话，你很有可能以为它是一个普通的货船。对啊，它把它缩进去，我看到就是货柜。但是问题是呢，它这上面啊，经过计算之后，发现配备了60个单元的垂直发射系统哦，而且包含到您刚刚所拍到的这个所谓的双波段的相位阵列雷达，整个的火力可能啊有达到神盾舰的2/3左右哦。任俊，这样我连起来了。今天这个以民船的这个货柜轮当掩护的空中火力发射平台，如果都进去，我以为它是货柜轮。如果经过澎湖关掉讯号的讯号不明源是它，哇，大击都大掉啊呢！而且你从外观上可能会很难去第一时间去辨识说它到底是属于攻击的船只，还是一般的民间的船只，那就会导致到我们在应急的时候呢，很有可能会因为在判断上需要时间而错失了第一击或者是反击的机会。好，廷辉。回过来看，就从今天开始1连5天的中共围台军演，2025最压轴哦。他在回应昨天赖总统的专访吗？他在不爽赖总统吗？而这一次一样是环台，最大的猫腻跟过去不一样的在哪里？这个军演应该也筹备蛮久的，大概至少有半年以上的时间了哈，已经不是说是只有针对赖清德而已，因为这个军演其实是针对日本高市早苗之前的言论，以及川普的一些相关言论哦，所以你可以看到它是用盾的这个概念，你知道联合利剑它是用剑的概念，但是这个一个是攻击，对，一个是防守，对，然后呢，你看它名称上也不同。联合利剑是用联合这个概念，什么叫联合概念？也就是说自己本身来讲，在各个不同的军种当中，他会做一个所谓的实地的操演。但是这个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从裴洛西那时候来台，2022年的时候开始，衍生到了2024年。那2024年是因为赖清德总统上台之后，所以他有一些相关的言论之后，开始有这个联合利剑。但是发现到不对，因为什么呢？因为这几年来讲的话，开始很多的各国都是涉及到跟台湾的言论是有关系的。那现在他的做法，什么叫做正义？正义的概念，我们英文它是用 justice。什么叫 justice？ 在我们的战争法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你要师出有名啊。师出有名的话，你就是涉及到义战跟不义之战的区别。那义战的简单说法就是合法战争。他现在告诉你一件事情，就是说这是我内政问题，所以我今天要告诉全世界说，现在你美国、日本要介入台海事务、台湾事务。不好意思，我今天用这种方式来讲的话，形成一个盾的概念，就是我们过来讲的 denial， 就是所谓的阻却拒止的概念。现在来讲的话，他就在演这个科目，所以他就把台湾包进去了，台湾变成他的一部分，台海变成他的内海，所有要来驰援台湾的都被他视为你进犯我的国土了。是的，没错。所以他现在你看到这一次的狗皮药膏不太一样，这一次来讲的话，一个正方形，2个平行四边形，2个这个长方形，所以跟以往它是有曲线的概念是不一样的。那它这个画法呢？这个画法是不是按照所谓的地球的经纬度在画的？它这个画法基本上都是什么？就是大规模、大面积的一个方式，就是我不管了。其实它可以画得更大，但它目的在做什么事情？就是告诉你说，在这个范围内，我就阻止你来这个协助台湾。观众朋友，这一次呢，我们看到了老共发动1连5天的围台军演一样。5块的狗皮膏药围着台湾贴，唯独你发现了吗？苏澳军港的外海缺了1块，你为什么缺这一角？因为你不敢看到中国大陆说围台军演，但这个话我跟你讲不完全对，为什么呢？我们列出了历年来从2022年到2025年这张图，大家有没有看到围台军演？围台军演，但怎么好像在宜兰外海这边缺了一角？那这样子看起来是有围台军演吗？所以这个密密麻麻的狗皮膏药，大家也不用去细分哪一年是哪一年，它几乎就是一个环着你的概念。但是这个地方呢，切出了一个很大的缺口。我比较好奇的是，你要知道这个地方有一个苏澳军港，就是你要那个苏花公路要上去的地方，左手边苏澳军港在这里，这个地方是极为重要的一个海军军事基地。今天如果要阿丘把你这个地方狗皮药膏贴上去，你为什么不敢？巨阳哥，距离苏澳军港110公里哦，旁边就是什么？与那国岛。苏澳军港往外扩110公里，与那国岛最近就是中日冲突屡屡被提及，武装到牙齿的战争最前线啊。对，所以他缺的那一角，坦白讲就是忌惮美国跟日本嘛，不敢动作嘛。你说这个时候如果把狗皮药膏贴上去的话，
他等于是得罪美国跟日本，中国敢这样做吗？所以你看哦，为什么历年来的军演哦都说环台军演，但总是缺了一角，就是忌惮美国跟日本。好，那我就问你因为这个在上面一点点，这里就是宫古水道，是它的航母也来到这个地方，刚才的水照咖就在这边绕着不走，才会有去迫近火控雷达锁定日本的战机，那个一触即发。他就敢绕过这个宫古水域了，他还怕你与那国岛吗？与那国岛上面到底有什么让老共忌惮的？当然怕！你要这样跟你要知道，现在与那国岛被日本视为是这个反舰杀手的第一线，等于是个匕首呢，直接穿进了中国的心脏。怎么讲呢？你要知道，现在日本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他已经讲了，而且这话讲得非常明白。最近日本已经在这个与那国岛呢部署了地对空的飞弹，怎么呢？包括了03的地对空的飞弹，还有包括12式的反舰飞弹，不管是飞机还是船舰，通通打得到。你要知道这个03的地对空飞弹，它射程有50公里哦。那12式的反舰飞弹呢，现有的话，它的射程是200公里所以不管你是中国大陆的什么航空母舰，基本上你经过与那国岛的话，你不能忌惮3分吗？当然会怕嘛。而且重点是12式的这个反舰飞弹还在进化当中，它未来要进化到900到1500公里啊，都可以打到中国大陆去了。一句话说不看生面，你要看佛面。是。日本后面是谁啊？老美，你敢试试看，武装到牙齿的与那国岛，老美放了多大的火力在这里？对，所以不止日本在这边有极大的火力连美军也参战了。你要知道，2025年今年的10月美军的海军陆战队在与那国岛建立了一系列前线的武器补给站，包括大家耳熟能详的超级走马 CH-531超级走马的话，它是重型的直升机大家画面上看到这个有没有？所以呢，它等于在这边可以有个补给单位，再来。F-35E的直升机的备用机场也在与那国岛，所以你说中国大陆不能不忌惮吗？他当然会怕，因为重点是什么？接下来美军还要部署射程185公里的这个海军打击飞弹，这个海军飞弹跟大家报告一下，高机动性。高遮蔽性，所以接下来包括你的中国航母，包括你中国的飞机，只要经过与那国岛，我跟大家讲4个字叫瑟瑟发抖。好，观众朋友，今天红色帮你 highlight 起来这2个，那不是故意帮你用红色，因为太重要了。真正的匕首，这个 F-35B， 这个可以发动战术核弹，这才是真正的匕首。还没有完，你刚刚提到了机动运输，你要谁来运？要种马，是 CH-531。它如何把包含海马斯、包含了跳岛战略所需要的拳头这些炮打的这些发射系统，包含了 NSM 的海军打击飞弹，通通武装到这个地方，你要讨打，你来试试看。对，所以你知道为什么历年来的中国军演呢不敢接近与那国岛？因为与那国岛呢接近了美国跟日本的重型武装装备都在现场，所以你要知道。不是只有武器而已连军队也在与那国岛。你要知道，原本美国、日本原本协定说不然这样子好了，我们把在冲绳的这些驻美的美军一部分人调到关岛去，一部分人调到夏威夷去，9000人通通调走。可是最近美国突然又改变计划了，不行不能全部调走，通通还是要回来。这个东西有意义的，观众朋友，你要知道，今天如果台湾这个地方叫第1岛链，是，然后关岛、夏威夷第二岛链。第3岛链，那意味着什么？他如果把日本这边调到了关岛第2岛链，代表什么？我第1岛链我要弃守了吗？我准备守住这里，因为我一定得守住这2道美国本土，他才不会遭殃。但是现在居然把原本要调到关岛的继续留在日本，代表这个地方要出大事了。其实美军接下来还有长期的计划因为根据美国的军方报道说，接下来在到了年末的时候呢，将重新派兵。在冲绳的街头，拿出持枪的这些阿兵哥，会在街头上巡逻所以你看得出来，现在整个冲绳包括与那国岛是整个蓄势待发。所以中日冲突的这个因素之下，解决台湾的问题，你真的敢关门放狗吗？你要应对的第一个就是美日安保实打实，谅你不敢。那既然不敢怎么办呢？那只能打认知作战了。对，最近如果大家有看到一些中国的一些影片，都可以看到说，怎么会变成琉球人变成中国人这些影片，甚至这个大家觉得很奇怪，甚至很多现在出现的网络上铺天盖地你看抖音，包括一些小红书上面有一些影片都说，没有说什么，我是琉球人，但我支持琉球属于中国，大家觉得看得很奇怪，怎么他在操弄琉球独立的话题？对，在操弄琉球，说琉球应该要独立，不是属于日本的，大家觉得很奇怪。这个影片坦白讲都是来自于中国的制造。
而中国一系列铺天盖地的做了这些影片到日本各地去宣传。大家如果看画面，看这些都是日本的哦，他在跳舞，他跳舞其实他也没讲话，也没讲什么，但你仔细看上面的字，他们写什么？我来自中国琉球，不是日本人呐、琉球钓鱼岛属于中国，还有台湾属于中国。那我就问了，这些梅亚在那个地方说我支持琉球独立的这些人到底谁啦？他们根本不是琉球人，他们是有些是来自于埼玉，有些来自于东京，有些来自于大阪，他们只是在那边跳舞介绍风景。结果呢，这个影片呢被中国的网友盯上了。一系列有规模、有组织的给你压制，甚至呢直接帮你篡改，说啊没有，你就是琉球人，所以你支持琉球属于中国了。连日本的偶像岸美优也跟着受害，所以你知道这一系列是有系统战的认知作战，在宣传什么？在宣传琉球应该要独立出来。所以敢动武的人不需要造假，造假被抓包。真的需要造假的，代表你根本不敢动武。你喊假的，你就来看看。最近他们又出重手，针对日本的旅游，我们之前讲很多了，针对日本的动漫，现在也要打了，千打万打，你就不要去动到动漫，为什么？最后倒打一耙回来，你是吃不完兜着走啊！对，现在中国不只对日本的这些旅游发出了这些禁令，包括打压等等，连针对日本的动漫，也发布了像这样子的这个打击情况哦。这个原本应该是在杭州要举办的同人志展，大家看到过去这是上一届的画面，非常多人。但这一届他们定调什么？我们要走一个新国风专场。什么叫新国风专场呢？现场呢不能出现日本动漫相关的一些东西在里面。导播画面继续走，你可以看到这个乌乌鸦鸦的密集恐惧症，都是日本动漫在中国撩起的动漫追随者跟信徒跟热潮。这个是今年5月，这是盛况空前。这些粉丝，你有问过他们，你怎么可以去禁止动漫？你走国风，谁跟你走国风啊？千得罪万得罪，绝对不能得罪阿宅。阿宅是会反抗的，你得罪阿宅的话，可能跟你反抗起来。你要他们说，不能在那边办同人志展。现在很多中国网友也跟着起义要反抗了，你知道吗？这些都是他们的精神粮食。没有比较，没有伤害。导播，我们来看看，今年你走国风，哇嘞，人嘞，给照个春家鸟，所以。上一届刚看过了，密密麻麻的原汁原味的日本动漫的追求，结果你走国风，最后他们就用脚来给你投票，告诉你我不爽了，我不来了，我就让你养蚊子啊！对，就哥，你看这画面哇，2届的这个同人志展落差非常大，而且重点是中国大陆最后还是损失最惨重。为什么呢？你知道CP31届的同人志展，当时6000个同人志摊位总摊位收入是来到了144万人民币，参展人数来到了20万，就大家看到了没有？人山人海这个画面。上一届还没有冲突、还没有开始之前，有多少中国的动漫迷来追随日本动漫的这些英雄跟偶像们？商机爆棚啊！光是门票收入至少就来到了2400万的人民币哦。可是你看。年底了，这届31届，什么人都没有了，基本上空无一人了。白花花损失的不就是中国自己的经济吗？你办了一个这么大的展览，结果你现在为了抵制日本动漫，到头来伤到的还是中国啊！57报新闻的所有好朋友，俊相又来了，谢谢大家，是你们的订阅数加持了我们，让我们在4月6号中午过后破100万了。多不容易，你知道每一天晚上9点到11点，他在播的时候，我要盯着直播人数升还是跌。一觉醒来，我要去看有多少人来点阅。一段时间，你们给了我100万的订阅，真的无限感激。最后，我要跟大家瞪眼看，再一次谢谢你们大家，同时请介绍更多好朋友来支持57报新闻。俊相还有优秀的57报新闻团队会继续为大家每一天挖真相。Come on, come on, come on.